好，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基本资料验证。那资料验证是在验证什么东西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新增的页面。那通常页面每个栏位都有想要使用者输入的这一个资料的格式啊，比如说这一个年月日，或者是这边的栏位应该输入数字。那输入别的格式或者是输入别的属性的话，我们就应该提示使用者你输入错了。那当然就是不能让使用者成功的新增错误的这一个资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会提示使用者应该输入什么样的资讯，而且不能进入到真正新增资料的这个步骤。那这样的一个资料验证机制要怎么样在 Netcode 里面去做实作呢？非常简单。那这边的话它有一个内建的这一个资料验证的功能，那我们这边就来示范。那一开始你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做的时候，那这边我们程式都只很基本的用了这一个 take helper 去产生这一些栏位。那最下面这边有一个，这算是里面一个内建的功能，就是可以去验证这一个资料是否正确，然后提示出相关的讯息。如果错的时候，就会跳出错误讯息的一个这个 take helper。在我们什么都没做预设的情况下，其实它就有做这个基本的资料验证。我们来看一下，当我什么都不输入的时候，送出的话，可以看到这边它就开始写说这个栏位必须是要有值输入的。好，那这边就会看到3个栏位它跳出说你这个栏位必须要有值输入。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讯息呢？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一个 DTO 宣告的里面，那我们这个新增的这个是用这个 news create DTO， 因为这3个栏位就是不允许空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自动就会告诉你我们这3个栏位不能为空。那因为这2个栏位是字串，那其实是可以允许空值的，所以它就没有跳出来。那但是如果你真的没输入，其实也没有办法新增到我们的资料库比如说我这边，然后我们送出就会有一个错误的讯息，因为我们这2个栏位在资料库的设定是不允许为空，那这样子就没有去做一个提示，所以我们后续就要自己来加入说这2个栏位也要是必须不能为空。好，那这个时候除了这边要求这一个不能为空的话，那如果我们打上这一个中文的话，这边的讯息就改变了，它会请你说输入一个数字。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讯息呢？因为我们在这边宣告它是一个 INT， 那它预设就有基本的这个功能，会说如果你使用者不是输入 INT 的话，就会跳出属性错误的这个讯息。好，那这个是在预设你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其实它就有做基本的这一个资料验证。好，那接着我们要来防止上面这2个栏位，我们也要让它在使用者必须输入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输入，我们就要告诉他这一个提示讯息。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在 Netcode 这边很简单，我们可以用这个内建的验证标签，叫做这个 required。那必须要的这个标签要加在哪里呢？加在你想要作用的这个栏位上面。好，那这边的话我们要引入一些这个没有跳出来，那我们这边用 copy 的，我们要引入这一个。那加了这个2个栏位，我们就来看看结果会变成怎样。好，我们再送出就可以发现这2个栏位多出了这个提示的讯息，就是必须要填入这个值的这个讯息。如果你没填，就会跳出讯息。那我有填的话，这个讯息就会消失。那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使用内建标签的功能，来对这2个栏位做这个加注的动作。那加上去之后，你这2个栏位就是必须要填。如果没填的话，我们这边就送不出去。那这边是最基本的这个内建的这一个验证，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官网，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常用的验证它都有写成一个内建的。比如说这一个信箱地址，我们很常去叫人家输入信箱嘛，那这个时候这个栏位我们就必须要检查说是不是信箱的格式，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标签放在这个上面。比如说这样我先放在上面，那这样我乱打不是信箱的格式它就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格式不是信箱。好，那当符合信箱的格式的话，讯息就会消失。那是一个相当好用的内建，你完全不用自己再去做逻辑判断，这边内建已经帮你做好了。那这边有电话，还有这个 range 就是说，比如说你里面的数字可能要1到10，超过10就会不允许输入。那这边有一个这个正则表达式的这个，那就比较灵活，你可以输入一些其他这边没有提供的内建，你想要用正则表达式去做输入，这边也有提供内建的标签，感觉这个是 required， 不知道为什么被翻译成中文了。好，那这边还有这个长度跟是否是 URL， 这边留给大家自己去试，有一些比较常用的内建的，这边已经有帮大家内建起来了。那最后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就是这边都是英文的，我不想要使用它内建的讯息，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在这个后面，它每个验证标签都有这个预设的ERROR message 比如说这边请输入电子邮件。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错误的提示讯息这边就会变成中文了。那这边的话，当然是因为毕竟是美国那边的产品嘛，所以它预设当然是英文的，所以我们中文的话，我们就必须自己打上自己中文的这一个提示讯息，那每个都需要自己去打上中文的提示讯息。好，那这样就变成中文了。那内建的这一个验证标签绝对远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在实务上所需要去验证的这一个资料内容，所以我们下一节课会来教说如何自己去制定一个验证标签来去放到我们的专案里面。好，那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基本资料验证，我们就很简单的用 Netcore MVC 里面提供的这一个内建的验证标签，就可以简单的来完成资料的验证。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谢谢收看。